Hello，各位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聊 iPhone 的内置 App。今天的标题是 Siri，特别尴尬的一个时间节点，聊一个特别尴尬的 App 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今天我的副标题我没有写 Siri App， 我只写了 Siri， 而且今天这期节目特别爽，没有翻译就是中文是 Siri， 英文 Siri 就是我建议大家还是一定要，就是如果您英文不好一定要学一学 Siri 的标准发音因为接下来 Apple AI 上了以后，如果可预见的未来 Siri 不会改名字不会因为 Apple AI 上了就改一个新的名字，你去呼叫 Apple AI 的很多服务的时候，你还得叫 Siri， 所以尽快熟悉它是一个很好的事情。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今天这个话题有点尴尬，因为 Siri 马上会迎来一个大换血，而且呢，第二个尴尬是在于我们讲的是内置 App 你看我录视频说 Siri 的时候，我的手机反应了，我先不管它，就是我们聊的是内置 App， 但是你说 Siri 是内置 App 吗？我个人不太这么认为，但是按照我的上课逻辑，我已经跟大家说了嘛，我是按照美国官网关于 iPhone 的这个技术参数页面对于出厂 App 的那些顺序挨个往下讲的。它在这个出厂 App 里面，它还就有一个 Siri， 它还做了一个图标，但是你会发现你在你的 iPhone 的主界面那么多的 App 当中，你去找吧，你找不到一个叫 Siri 的 App。那我个人我也不觉得它是一个 App， 所以我就把副标题的 App 去掉了。那我们就单独的只跟大家聊一聊 Siri 这个功能。App 里找不到，在哪里能找到呢？在设置里能找到。所以我更偏向它是一个功能嘛。所以大家如果到设置里面，你可以看到，不出意外的话，应该还是叫 Siri 与搜索，在这个里面你可以找到它的一些功能设置了。那对于未来因为我们又说我们了，就是 Apple 马上会支持这个 Apple AI 嘛，它会有一个大的变化，所以说呢，对于这个功能来讲，其实我并不知道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因为现在我就算装的 iOS 18的测试版，我也没有办法用这个功能，因为它也没有下放下来。那么我就有点尴尬是在于，我是畅想未来那一部分呢，还是讲过去那一部分？那我肯定还是得讲过去，因为未来我还没看到没办法讲。而我们这个听书系列也不是一个瞎扯的节目毕竟还是比较落地的一个陪伴节目。另外一方面，如果以后的 Siri 大换血，我也肯定会再出一期视频跟大家去聊一聊这个新的 Siri 的一些我个人的使用体验和想法。那今天这期我们就专注在老的吧就是目前为止Siri 它到哪一步了。首先我们要确定一件事情不好意思，我还是把我的这个 Siri 关掉吧。在我关的同时，我顺便讲一个功能，就是 Siri 它是有这个几种唤醒模式的。其实我个人用的最经常的一种是按住这个电源键来去呼叫 Siri。那它有点像我们微信发语音，就是拿一个手按住它不松手，你就可以说话，说完了一松手，那这个你的任务就完成了，你就听它怎么反馈。这样的好处是，我可以脑子里想好要问什么之后，我就摁住就说，说完一松手，手机就知道我说完了，它不会再去判断它到底说完了没有的时候我们跟 Siri 对话说到一半，我们可能会暂停一下，想一想下一步该说什么。但如果你不是用我说的这种方法，你用 Hey Siri 这种方法的话，那它就会认为你说完了，那就代表着你之前的不就白说了吗？所以我更喜欢这种手动的方式虽然那种语音唤醒看起来挺酷炫的，有的时候我也用，但是我真的用的时候，但凡我有可能，我还是用这个，就是摁住说话，说完松手，跟用对讲机一样。你但凡用过对讲机，你就知道，你就像对讲机一样用它就好了。这个是
最踏实的一种呼叫 Siri 的方法。那当然还有2种呼叫方法，取决于你的机型。如果你机型比较老呢，可能你必须在 Siri 前面加一个 Hey 啊，那它才能被语音呼叫出来。比如说有的时候你正在这个做饭，2手又是油又是水，你没有办法用手去摸你的手机进行操作，然后这个时候你想设置一个煮鸡蛋的定时器，那这个最好的场景就是语音唤醒啊，加个 Hey， 然后在后面说一个 Siri， 它就出来了。我没有直接连贯的说，是因为我又怕唤醒了我周围的设备哈，但我相信大家知道我的意思。那如果你是比较新的这个机型的话，连 Hey 都不要了，你就直接叫 Siri 就可以了。就像我刚才我正跟大家去聊呢，语言当中有很多 Siri， 那我的手机就在这边不断的跳，在给我打字幕在这边啊，那我就把它给关掉了。所以这是2种语音唤醒的方式，但我个人还是最喜欢按住说话，说完松手的这种方式，比较踏实。当然我那2种语音唤醒我也用啊，就是在不方便的时候去用。那说完这个唤醒之后，我想这一期我们再接地气一点，就是跟大家去聊一聊我所知道的，或者说我经常在用的一些 Siri 的功能，帮助一些没怎么用 Siri 的这个用户和我的观众来去提高一下 Siri 的使用率啊。毕竟可预见的未来，你是不可避免的要跟机器人说话的。那现在练起来不是挺好的吗？啊，那从使用频次来讲，我觉得在我的朋友圈当中被广泛认知的一个绝对是 Siri 最好用的功能，就是计时器。你不管是敷个面膜要计时啊，煮个鸡蛋要计时，看个书要计时，甭管干嘛要计时，这种叫倒计时，多少多少时间之后提醒我一下的这种功能，用 Siri 真的是最方便的一个，而且不会有误操作。那从这儿延伸出去，设个闹钟，最方便的一个。再延伸出去，改变一些简单的 iPhone 的设置，比如说开关个蓝牙呀，切换一个这个深色模式啊，这种用 Siri 也是非常方便的，而且这个非常快，因为它直接在本地就处理了，不上传云端的，不用分析，在本地就分析完了。那如果觉得再往深层一点的应用，我觉得就是在我们开车的时候，当然这些场景你不开车也可以用啊，因为在开车的时候是最多的，我会去使用 Siri 来拨打电话，收发短信，都是用 Siri 来完成的。Siri 我非常确定可以收发微信，但是你需要在微信里面去同意 Siri 访问才可以。但是由于我自己不用微信，所以我并不知道用 Siri 收发微信的体验怎么样，但是我可以知道用 Siri 收发 iMessage 和短信的体验是挺好的，特别是你系统版本越新，它的语音识别越强，那这个 Siri 就越好用。那再往下延伸呢，就是一些好玩的场景吧，比如说导航，你可以用 Siri； 打车，你也可以试试用 Siri 然后你可以对 Siri 说我饿了它会自动的帮你去找到附近的餐厅。你跟 Siri 说，我们有个广告里面，你跟 Siri 说我被锁在门外了，它会自动帮你找附近的开锁店。你跟 Siri 说我有点不舒服，它会自动的帮你找附近的医院、诊所或者药店这些其实自然语义的识别，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挺好玩的。但你说如果我们真的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想到用 Siri 呢？还真不一定。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如果你正在一个大型的购物中心里面去逛，然后突然想找厕所，这个时候你是否能够想到让 Siri 帮你找呢？那如果你想不到，我不确定你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找，可能你会看指示牌，看看有没有服务台，有没有保安你总归不会去想到问一个跟你一样的顾客吧？这个我觉得不太会或者问一家店的店员，这个都可以吧？但是如果 Siri 能告诉你呢？这个就是 Siri 神奇的地方，因为
Siri 它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打通很多应用的。就比如说，它可以打通语义识别，打通这个定位，打通地图。那这个时候，其实如果你手动操作要好几步，但是用 Siri 可能一步就完成了。你让 Siri 找厕所，基本上，大城市的一些大商场都可以的啊，大家可以试试看啊。那如果其实我刚才分享的是一些 Apple 早期的功能。根据自己的顾客体验设计的一些功能，这些功能就是实实在在的为他的用户来办事情。但是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我们很多的科技公司都推出这种语音助理，然后这些语音助理呢，很多就是主打好玩和讲故事、聊天这种功能。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倒逼的 Siri 也加入了这些功能啊，但是确实在最近几年 Siri 在不断的加入一些聊天对话，就是没有什么实际作用，就是一种陪伴，就像我们的视频这个样子，就加入这样一些功能。那我不知道这个对你有没有用，但是其实你可以回去试试看。比如说家里有小朋友的话，你可以让 Siri 去学老虎叫，你可以问他猫怎么叫的，狗怎么叫的啊，你可以试试看啊。你可以让 Siri 去讲一个故事，它会直接链接到 Podcast，去给你讲一个故事。你 Siri 也可以讲笑话了，现在啊，但是你试试看吧，如果你没试过的话。然后还有一些可能你觉得不太会想到的功能，比如说 Siri 可以跟你玩成语接龙，你可以试试看，真的是可以的。好像还可以玩一些什么样的游戏？当时我们有介绍到过，但是现在我不太记得了。但我即便说出来，就像成语接龙，我相信，你也就是，如果你之前没玩过，你也就是看了我的节目，你可能对着你的手机说，Siri， 我们来玩接龙，玩一次，你也不至于隔三差五玩一次吧？啊，所以其实。对于 Siri 来讲，我觉得，如果你从来不用，我建议你刻意去用它。但是如果已经在用，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我希望大家是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和使用场景来去找到 Siri 怎么样让它切入到你的生活跟工作当中，而没有必要一定要为了用的酷炫而去用这样的一种功能。而且我觉得 Siri 它并不是那么智能，也不那么酷炫，它只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你让它干啥它就帮你干点啥，能干的干，不能干的拉倒，就这么一个东西。所以今天大概我觉得讲这么多也就够了。大家可以试试看，或者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分享一下你是怎么用 Siri 的，或者你对 Siri 这样的人工智能怎么看。但是我觉得在此时此刻，你应该跟我一样，最期待的都是 Siri 即将到来的那次大改版吧。好，感谢各位的收听跟收看，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